单身呐？多亏呀，36岁了啊。是啊。握过手没有？握了啊，握了。握过女人的手啊？没有，我干娘。哎，我就想干娘给我找个媳妇儿。我是婚姻红娘凤姐，咱今天就来唠唠这相亲的奇葩事儿，保证让你们笑得肚子疼，又能从中悟出点人生道理。天天处理你们这些相亲问题啊，我感觉我这眼睛都要被闪瞎了。为啥呢？你们相亲的时候，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没眼缘。哎呀呀，这眼缘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呢？今天我就来给你们好好说道说道。昨天我给一对男女安排相亲，这俩人见面啊，那速度快的简直惊人，没超过15分钟就宣告失败了。那速度快的哟，差点闪了我的老腰。男方呢是个95年的退役军人，在事业单位工作，年薪7、8万。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家庭，也都退了休，刚交了首付买了一套房子。这小伙子啊，半年前就来找对象了。他呢，长相也就3、4分吧，眼睛比较小。有女孩子跟他相亲完后评价说，跟他见面总感觉老是被偷看，有种贼眉鼠眼的感觉。你说说，这都有这种印象了，那不完蛋了吗？所以啊，他这相亲一次又一次的失败。女方给出的理由大多数都是没眼缘，但咱得说，这男士人品和性格那是真的挺好。一说到这男士就来气了。我长这样，娘胎里带的，那不怨我呀。我爹妈都没嫌弃我，你们凭啥嫌弃我？我听了赶紧安慰他，没事没事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指不定啊，有人就爱吃你这一款呢。男士听完信心大增。这男人啊，就得该夸夸，精神鼓励非常重要，可不能自暴自弃。这不，昨天晚上又给他安排了一次相亲，两人晚上约着去吃火锅。女方是97年的，国企会计，年薪6万左右，身高160，长相还可以，素颜能有个5分左右吧，就是不太会打扮。20岁的年纪，打扮的却像30、40岁似的，而且还有点龅牙。这姑娘找对象的要求可高了，要找个身高175以上，本地有车有房，年收入10万以上，在事业单位上班，还得帅的男人。你看看，这一看就是偶像剧看多了。当时我就给他介绍了一圈，那长得帅还在事业单位的南方人都想找刘亦菲那样的，你说气不气人？把他给拒绝了。他也是被现实一次次打击，没法子，只能降低要求，不看脸了。有车有房，事业单位工作，父母有退休工资的就行。我一看这男生符合条件，就给他们俩交换了资料，这俩人看完也同意了。昨晚约着吃饭去了，7点左右见的面，结果不到15分钟，女方拎包就走了。给我打电话说，老师啊，不合适，那男的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没眼缘。饭呢就不吃了，给他省点钱吧。我听完就挺生气，南方人这条件也挺好的，你可以多了解看看呀。你这么个找法，那4大天王都得没戏，我这牵线搭桥估计又得黄。女方态度还算可以，跟我讲自己实在不喜欢，连个生理欲望都没有，亲个嘴都亲不下去。没法子，拉倒就拉倒吧。我就给这男士打电话，这男方啊也是一肚子苦水。我这刚见面，菜单刚拿过来，我招呼服务员去倒水去了，人家服务员还没来呢，他就跟我说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饭就不吃了，给你省钱吧。说完就走了，给男士和服务员整懵了呀。人服务员8成在想，头回见散伙这么快的。这男士气得跟我说，我还没看上他呢，长得也不是我的菜。哎呀，人男士寒心呀。我建议他去做个发型，衣品改改，戴个眼镜，做个配饰，先把第一印象弄好。他听了不同意，说，我就是我，你要是喜欢我装的样子，怎么愿意跟我过一辈子啊？我要是回归自我了，那你不更得嫌弃我？气得我呀。现在我就来告诉你们啥是眼缘，相亲越多，你就越会发现，五官比3观重要。不管你这人多有内涵，思想多么深刻，灵魂多么独特，你得承认，这个世界就是看脸的。别说相亲了，你连找工作，很多公司都得看脸。一个人的外貌形象气质，是别人愿不愿意认识你的门槛。当你去相亲，被别人用没眼缘、没感觉这几个字拒绝多了，你就得考虑是不是你丑的问题了。相亲市场上，
外貌颜控占比在 90% 以上。大家表面上都说着我更看重人品，其实都是在筛选外貌。这是最扎心的呀。当别人说你没眼缘的时候，你就抓紧收拾一下自己。长相变不了，突破一下形象，学学打扮，健健身啊。有些人不好看，但人家有气质啊。你不能说啥啥都想要，啥啥还不做吧。实力占7分，美貌占93分啊，兄弟们。该打扮就打扮自己，别整天邋里邋遢的，又抠鼻子又抠脚的搁这儿。我能让有些找对象的人给气死啊，一点数都没有。说我不想谈恋爱，实际上是谈不到。180，又高又帅又会穿，有车有房有存款，温柔体贴，情绪稳定，少年感爆棚，爹系又深情，表面坏坏，纯爱无敌，会撩人，情商高，浪漫又踏实，隔三差五礼物不断，有能力有潜力的人呢？哪有那么好找啊？有个女孩子未婚，34岁了，长相还可以，6分左右吧。过了年纪了，跟我说要找对象，领导就行，只要不带孩子。问他要求吧，他说人好踏实就行，但是男方条件别太差，最好在事业单位工作。给他介绍一个男士，38岁，离异，不带女儿，自己和别人合伙开了个公司，年收入在50个左右，有车也有房。哎呀，他一听觉得还行，照片一看不丑，同意了。男方一听呢，也愿意，毕竟人家离异还能找个未婚，心里多少也很开心。2个人昨天晚上去约会去了，今天男方给我打电话说搞不了。根据这男女双方的描述，我给你们还原一下这个过程。昨天晚上饭店是男方订的，这男士啊，先是开车去接这个妹子，人妹子一看，哎呀，国产电动车呀，一问10多万，再一问这车都5、6年了。听完脸一黑，全程不怎么搭话。这个男士心里略有不爽，到了饭店之后，这男士就直接跟服务员说订了团购餐，500多块钱2个人。我觉得还行啊，人妹子不愿意啊，意思是约会你还订团购啊。这个脸就直接要黑到底，玩手机去了。这过程给男士整得挺尴尬。传说大龄女不好搞啊，直接他就搞不了，就想跑。后来想着这钱都花了，还是吃饭吧。人妹子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，先是问了男方的工作内容和收入之类的。男士就说自己做公司做贸易的，一年几千万的营收，利润也有几百个了。哎呀，姑娘一听态度立马变了，喜笑颜开，说话也温柔了。你能赚那么多钱，那很有能力啊。咱这说啊，这公司是好几个股东呢，我占的是最少的，也就一年分个40、50万吧。这妹子听完略微有点失落呀，说着，但这40多万一年也还行吧，虽然不高，但是生活还可以啊。男人听完这内心戏啊，搁着收入，想到那95后再追着谈，你还在这儿挑，我还可以。姑娘又问这男士房子的情况，人家男士说啊，原先3套，离了婚给前妻1套，自己留了2套，没贷款，父母还有2套。听完人妹子脸又开始好看了啊，又开始主动给男士夹菜，和男士有说有笑的。这前面还行啊，重点是在后面，唠着唠着人妹子就开始问着男士父母的条件。男人就说这个父母每个月都有退休金1万多，每年他也会给父母3减5万的零花钱。哎呀，姑娘听完就开始夸男士啊，还是你有能力啊，你看我一个人在外面，这父母都是农村的，我都没钱给他们。不过呀，以后我条件好了呀，每个月都会给他们4、5千，你说对吧？哎呀，男士听完吓得也没敢接话，这不就是试探男方能不能给他钱吗？他就夸了这个女方啊，真孝顺，赶紧掠开话题啊，就问了女方的工资和工作。这姑娘自己收入多少没咋说，把工资这夸张贴啊，一年流水就几个亿等等啊，给男生给整不会了，好忙。你说公司还是说你自己啊？好在这姑娘又说回来，说自己目前做销售的，一个月1万多点，属于公司的佼佼者。哎呀，我还年轻啊，这以后的发展空间大得很呐。当然呢，如果结了婚啊，我是不介意做家庭主妇的。既然牺牲了我个人利益，那肯定男方这多少得给我点保障吧，不能低于我的工资，对吧？哎呀，男士一听啊，这又来试探了，又没敢答话呀，赶紧说对，女人当家庭妇女啊，肯定也不容易啊。
然后反问这妹子，那你一定会做一手好饭吧？人妹子一听啊，我收入都在这儿摆着了啊，那肯定订外卖啊。我不会做饭，而且啊，条件好了，那出去吃还方便。哎呀，男士听完直接愣了啊，从这个时候就多少有点不愿意了呀，有点觉得啊，这女方啊是又懒又馋啊，只进不出。然后这两个人就聊一聊兴趣爱好之类的啊，就聊到了旅游。人家姑娘说呀，提出每年想出国旅游一次啊，国内容不下呀。男士问男士这有意见没？男士一听啊，没意见啊，旅游是好事，可以出去见见世面。这姑娘就说了，哪有机会，我们俩一块出去吧。此时男士吓得已经是汗流浃背啊，那处处都得花钱啊。另外啊，这妹子还提出希望男士能够换个车，30万以上，好方便接他上下班的。给男士听的呀，这信息量有点承受不了，我这是准备跟你谈了呀，赶紧结束吃饭要走。临走这妹子说喜欢看电影啊，她给婉拒了。今天中午啊，这姑娘给我打电话，表示对男方很满意，希望两个人能确认关系。结果男方把情况大概跟我说了一下，跟我说这人确实挺漂亮，聊得也很不错，但是要求太高了，胃口太大，这个单恐怕我买不起啊。哎，男士让我传达说不考虑了。我告诉妹子啊，这男士拒绝他之后啊，他当时有点崩溃啊，说我才不想跟他谈恋爱嘞。哎，他年龄那么大，还结过婚，我一个年轻美女能看上他，他还不珍惜啊，那就孤独终老去吧。我跟你们讲啊，相对象你别挑挑拣拣，你也不能太现实，要不然人家会觉得这是做生意。那问题就是啊，人家做生意为啥不找个性价比高的嘞？咱找对象啊，得实际点，别整天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，不然啊，这相亲之路可就漫长喽，哈哈。